装修了快1年，靠我们自己去设计跟创造出来。家具买的是二手的，有的是我们捡来的。可能我是金牛座吧，就比较擅长省钱。刚开始我们两个一直会有冲突，子和是那种他做完以后他会觉得不够，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其实很厉害了。他就这点特别的可爱，你知道吗？我可能就是要费很大的功夫才会说出这句话，他就很轻松。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对情侣的家，家里几乎不买新的物件，都是淘来的旧物件，或者是自己动手做的。Hello。这个房子原始的户型其实就是那种典型的上海石库门，实际的使用面积有100平。这客厅有点原始的那种部落的感觉。客厅全都是夯土，它里边的孔洞很多，维持房间里边一种稳定的那种干湿状态。像这边的这个口子都是我们自己开的，对吗？对，自己先画完然后锯出来的，就是用平时自己做手工的那种思路做的。大地的颜色加上所有地方都是弧线，很包容的那种，在子宫里面的那种感觉，有安全感的氛围。这里有一面可以涂抹的，这是画上去的。在批这个夯土墙的时候，干脆留了一个洞洞，有朋友来做客就往里边画一些东西什么的，也挺有参与感的。我自己有点强迫跟完美主义，这里是唯一一个我不去控制它任何的质感跟颜色的地方。很多来画画的朋友，他们有的已经绝交了，加一笔或者是盖一下，他们会产生微妙的交集，但是自己不知道。上面那扇窗户，是我们去无锡玩的时候捡来的。一抬头真的还有那么多细节呢。对，做了一个像龛洞一样的，明月说叫举头3尺有神灵。这个沙发我觉得特别有一种老年办公室的感觉，把家里的那些就是旧布料什么的 DIY 了一下，有一节破的特别厉害，衬了一个比较硬挺的布给它缝合到一起，4角的流苏，这都是后来加上的，就感觉跟你们已经陪伴了好几十年，用下来的那种质感。我们生活上比较即兴，有一些旧物是遇到就直接带回来的了。这种窄的木板是捡的，像这个抽屉也是在拆迁地方捡的，捡来了以后自己处理过一下，稍微刨光一下，然后上了木蜡油。这扇铁门正好我爸整修老房子说不要了，直接拿过来装上。还有以前家的一些物件。这个桌子是我小学做作业的桌，也是你小时候的桌。对，这个水池也是小时候家里的。这个柜子淘来的时候都朽了，以前是用来放地图的，整修了一下，旁边的轨道有改成现代的那个金属轨道。平时生活中我也比较擅长，就是如何不降低生活质量的情况下买一些二手的东西。那个高高的床把它改造成那种大抽屉，整个拖出来，所有的衣服都整整齐挂在上面的。我特别喜欢用自己做的东西，后来就把家里所有的洗护用品这些全都是变成自己做的东西了。从小就喜欢养生啊，看《黄帝内经》，然后研究一些关于食补的东西啊。我们几乎就是生活也在一起，工作也在一起，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一起。我们如果做一个大型装置的话，我会很快速的把整个大结构全部做完。那子和会做整个表面的装饰以及所有的细节化。我俩认识是因为我找他干活，虽然那个活黄掉了。然后就聊到了他画的画，做的手工。他是一个非常让人放松然后快乐的那种男孩子，他也会经常夸我，然后他会去发现一些很闪光的地方，所以我们配合起来，其实做工作的部分跟我们装修房子很像。我觉得冲突肯定是会有的，只要每次有冲突的时候，就是好好的去解决，推向一个我们都想要的结果就可以了。这些是明月做的柚子皮手工，是上了大漆，上了金箔，又打磨过，而且它还会给它镶嵌了一些水晶石头在上面。这个质感的可能不适合用来做上，但是它正好用来做了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就是勾起来太厉害了，就变成那种奶奶的皮肤了。平时就会一边做一边把它们放在这边自我欣赏。它带给我一种就有点像自己跟自己的团建，让我去慢慢的接受就是过程里的那种不完美。这种接受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自我疗愈的过程。
就未来他还是希望有一大部分时间能住在山里。弄成这种自然的感觉，但是都是人为的嘛。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房子里边走出去，外面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环境的话，我觉得那样子是最好的。